欢迎大家回到 L'Associé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3月运势。2月过得好快，马上就要进入春天了。大家有感受到气候的变化吗？在巴黎有一些樱花已经开始绽放了哟。好，我们一样做一个比较简短的冥想环节，我会用我的音波来带领大家静心。我们现在深呼吸，吐气，再一次深呼吸，慢慢吐气。2月经历的所有事情都随着吐气把它放空，发生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慢慢的把脑袋净空，吸气，新的一个月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你应该会感觉到内心慢慢的平静下来，感受一个白色的光笼罩着你，那是你的指导灵，他们来到你的身边的一个信号。好，现在慢慢睁开眼睛。你面前有3副牌，依直觉第一眼看到哪一个位置的牌最吸引你，或者是借由下方的小物来选择你们的3月运势。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解牌咯。好，我们现在要来看选择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哪2张牌呢？这2张神谕卡代表的是你们最近的能量状态。哦，我忘了讲，你们选的是这个红色小蘑菇，我把它放这边。我觉得选择第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呢是一个很认真、很勤奋、很努力的人。你看，这个小女孩坐在蜜蜂的身上，然后好像很快速的，或者是很紧急的要赶到一个地方。所以这张牌叫做 Rescue。它牌意一般讲的是说，你们可能最近需要别人的救援，或者是你有亲朋好友需要你的救援。但是我这边感觉选择1号牌组的人，这张牌23号，2加3就是5，5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意思。然后你这边有一个骰子，加起来是8。所以我觉得你们最近的能量状态应该是说，你们可能开始有一些新的专案，或者是新生活、新的工作、新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这个新的开始让你很积极的、很有干劲的往前冲，然后或者是说这张牌 Message à transmettre 这张牌常常出现，最近常常出现。你们就是那种看准目标就会往前迈进的人，往前努力，往前冲。你们绝对不会浪费时间跟让机会错过，
然后我之前也有讲，我有用这句，就是火眼金睛，就是被你们看准了就跑不掉了，你们就是要达到目标的一群人。所以这张牌跟这张牌其实还蛮对应的，看准目标，绝不放弃，一定要达成的感觉。然后，而且你们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人，就是如果你有亲朋好友需要你的帮忙，你绝对是马上第一个赶到，有求必应。但是同时这张牌也要讲说，你现在可能会因为很积极的要拓展你的事业啦，或是你可能要追求某一些对象啦，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宇宙告诉你，你也不要忘了向你的亲朋好友求助，因为你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所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也会马上赶过来帮你的忙。然后你的愿望，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宇宙都照看着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是绝对可以需要帮忙的时候绝对有帮手的。好，我们现在来抽一下牌，来看你们的3月运势。All right， 我们这次3月运势我改变方法，我会先从你们的事业运、事业财运先讲，然后等一下会讲爱情、感情的部分。所以这边的塔罗是在讲你们3月的事业运。我觉得我尽量简短。我刚刚有讲，你们的能量就是很努力往前冲嘛。然后看准了，就是势必要达成你的目标的个性。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3月会碰到一个状态是，这是你们的底牌钱币7逆位，你们可能一直很辛勤努力的工作耕耘，那你们应该会得到应有的收获。可是你们3月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种停滞的状态，就是你耕耘了却没有达到你期待的该有的收获，事情好像比如说收入啊，或者是客户好像没有增长的感觉。那为什么呢？这边有讲，你们虽然是不怕困难、很努力冲的人，但是你们是比较情绪，可能有一种，因为这边有2个圣杯，你们3月可能会比较情绪导向，就是情感导向啦。不能说你们情绪化，可是你们可能会有的时候决定事情是以情感啊，然后当下的感觉为主来决定事情。所以我顺便讲一下，你们这副选择第一副牌的人，可能有水象跟风象的能量，以及一些土象的能量。最后这张有一个 The World 的牌，世界牌。世界牌是所有固定星座都在上面，所以包含了水瓶风象，然后天蝎水象，然后金牛吗？固定星座还有哪些啊？狮子，但是这边比较少火象的感觉。然后这张教皇金牛，所以又包含了金牛，所以天蝎、狮子、水瓶、金牛，固定星座。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风象，可能双子有一点，天秤有一点，然后摩羯有一点，处女有一点，然后巨蟹水象的巨蟹跟双鱼、天蝎这样。所以你们如果是固定星座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们会为你的目标努力，不会嫌辛苦，不会觉得辛苦。可是你们又有水象的能量，所以3月的时候，好，一开始3月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富足的状态。这边是圣杯9的正位，所以你们应该是处在一个可以自给自足、情感上满足，就是你的事业不错，然后收入不错，可能有一些固定的积蓄，所以你们是属于一个满足单身贵族的那种状态。就算不是单身贵族，你们有家庭的，也是属于一个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缺憾的状态这样子。可是圣杯9有一点代表的是，你很懂得赚钱，很懂得照顾自己，很懂得满足自己，可能在为了赚钱之后也会懂得情感上的满足自己，犒赏自己。但是当我也讲过，你们是会去帮忙的人，可是当有人需要你们的帮助的时候，你们是属于那种会谨慎思考评断是不是可以把你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去帮别人的人。那3月的时候，你们可能在事业上做决定会有一点欠缺思考，那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你们可能收入或者是客户没有增加，或者是你的事业前进的速度有点停滞不前，就是因为你们都用感性情感来做决定，而欠缺了你们这张拿到了宝剑骑士的逆位，所以你有一点点感情用事，然后欠缺思考，所以没有办法做出最适合你的事业上让它成长进步的决定。然后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你可能会3月你可能会遇到你需要为了你的事业出走的怎么说？出走可能是真的身体上的出走，去国外，或者是甚至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工作，离开。因为这边是圣杯6的逆位，代表你离开了一个你已经很习惯的已经有情感连结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又拿到了宝剑4的逆位，代表的是说，因为你一直在思考为何停滞不前，所以你得到了一个结论是你要做出改变。你从一开始的以情感来做决定，到后来你终于知道你比较理性，你用理智逻辑判断你需要扩展你的事业。怎么扩展？你会跨出你的舒适圈，向外 expand， 就是向外扩展你的客户、你的财务、投资之类的。你可能一直处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太久了，所以你现在终于知道你应该要离开这个舒适圈，然后去拓展新的可能性。你可能同时3月也会碰到，这边是教皇正位，你要嘛就是你可能有宗教信仰，你会去求神问卜，你会有你的心灵宗教上，或者是你自己有在比如说冥想啊、静心啊，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方法去跟灵性有关的知识来询问意见，来请他们指引你。或者是你会遇到一个事业上会遇到一个比你年长的或比你有经验的人来带领你，让你的工作或者是事业更上一层楼。他会指导你，他会指引你该怎么做。然后因为这个人就是可能应该算是一个贵人吧，不管是灵性上的贵人，还是真正实际上碰到的一个有经验又愿意帮助你的人，他会带领你去连结，除了你当地，如果你是在台湾，他会带你连结国外的资源跟人才。所以你3月末可能会有机会遇到贵人，并且让你更容易往国外发展。either 是你真的就出国去国外发展了，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创业会连接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才，来帮助你
发展你的事业，或者是帮助你的专案进行。所以你的工作3月其实算是你只要愿意去比较用逻辑去思考，然后减少因为是情绪上的感动啊波澜去做，就是减少因为情绪的感动波澜去做决定。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会想到很棒的方法让你去向外拓展，并且你不要只待在你原有的舒适圈，你的事业方向要往国外发展，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与指引，然后你就会有不错的怎么说，好运以及好的进展。好，那我们现在来抽另一副塔罗牌来算你们的感情。OK， 你们现在看到这边的塔罗是代表你们3月的感情运势。我觉得不管你们现在是有暧昧状态，或者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你们选择第1号牌组的人，我觉得你们可能因为太投入于事业，所以你们3月其实没有什么心思可以顾到感情。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如果你是暧昧状态的话，那就是3月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在把心思都放在你的事业上面，所以你的暧昧的对象，我直接一起讲好了，不管你是暧昧还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你们3月的时候会因为一直在思考你的事业，所以你可能会遭受你的另一半或暧昧对象的一些可能是抱怨啦，或者是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可能会明白的告诉你一些他们不满意的状况，而想要限制你的行为、你的行动，让你感受到控制跟绑手绑脚的感觉，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在发展你的事业往前冲的这个计划上面。你想要冲事业，可是你的另一半却不开心，可能因为你没有时间花在陪他们，或者是倾听他们，而这样的不满足感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受到压抑的感觉，然后你在感情上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或者是暧昧对象，你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可能也不了解你，不了解你的愿望梦想，然后你的内心其实他们可能会逼着你做选择，就是要不要这段感情啊，还是你如果都一直专注在事业上，他们可能就要离开啦，或者是你自己内心会去抉择，去权衡说你该怎么办，你到底是要放弃，目前先放弃专注事业，还是要放弃这段感情。但是你3月的时候，可能其实你的潜意识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决定，哪一个东西是花你很多的时间或金钱，却没有让你感受到满足的那个事情，你会把它放掉。让你忙不过来的那个事情，你会把它放掉。然后你3月中你可能没有办法，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暧昧对象，你没有办法一直付出时间给他们，付出时间、精力给他们，所以你会比较以理性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而不是以比较温暖的关怀去倾听他们的方式跟他们相处。
真的很有趣的是，你的事业上你比较感情用事，可是你的感情上却比较理性。所以我觉得3月感情上给你精神上有一点点精神上的压力，等于是说你的事业可以这样讲，你的事业比较能在情感上满足到你，你比较会有成就感，但是感情上却可能让你比较累的感觉。可是你好像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给你的另一半关注，可是你又拖着，你3月中可能有一种拖着不想处理，你一直在拖延着，你们可能讲白一点就是可能已经快要分手了，可是你一直拖延不做处理，然后不想要剧烈的转变发生，因为你可能也没有那个力气跟心力去处理感情。如果说要分手的这种问题，你没有时间去，应该怎么说？你就是3月可能不想放心力在感情身上，所以你就是放着不管，就是有点摆烂的感觉。这样，你知道可能所谓高塔的 moment， 你一直在拖延它，所以它这边是逆位的，可是它总有一天会到来，就是你要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最后这边讲的是说，到3月底你还是一样，因为太忙于工作，然后你都还是没有时间精力去安抚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做出一个决断跟处理。你到3月你3月你如果一直这样拖着，你到3月底可能会碰到一个多梦的状态，然后你的潜意识、你的害怕、你的不处理，全部都会内化到潜意识，然后在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会做一些很奇妙的梦，然后都是显示这段感情给你的压力或者是恐惧。如果你愿意去，如果你可以记得你的梦，你可以做一个梦的日记，你可以从你的梦里面得到一些答案，就是你如果记得你的梦，做一个梦的日记，等于是你就面对了你的恐惧。这边是告诉你说，你正视你做的这些很奇妙的梦，甚至是噩梦的话，你会知道怎么处理，你也会可能会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你必定要处理你的感情关系，不管是要继续下去还是要放手。3月的感情听起来好像不是很 OK，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选择第一副牌组的人好像并没有什么心思放在感情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处理，我相信都是你自己觉得最好的选择。然后因为我觉得你们心思应该是都放在你的事业上，事业跟工作上，事业工作在3月才能满足你的情感需求，就是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来抽一下另一个神谕卡，看宇宙对你3月有什么建议跟指引。OK， 我帮你们抽到了这一张神谕卡 Mondongba 20号，你们看得到吗？这张牌 Mondongba 意思是地下世界，就是冥界的意思，但是不要害怕。它这张卡讲的是说，因为你们刚刚在抽事业运的塔罗的时候有出现教皇牌嘛，所以可能部分的你们是有宗教信仰的。如果你们有这种可能去庙宇或教堂或求神问卜的习惯的人，你们有跟上天灵性连结习惯的人，因为我刚刚有讲上天有在看照着你，所以这张牌是说你可以3月的时候
你如果有这些仪式，就继续，然后并且要鼓励你多做冥想，然后当你出外的时候，去大自然的时候，多观察有哪些动物喜欢靠近你，这些靠近你的动物就会是你的灵性连结的动物，你的力量，他这边讲动物图腾，就是代表你力量的动物。这张牌上面这边有一个印第安人，代表的是那种神秘文化、萨满文化。然后这边有一个女生，我觉得她应该算是巫师吧，因为她身上充满了星星。不能说是巫师，女巫吗？然后中间，他们围绕被一群动物包围，这边有可能是狗还是熊，然后这边有孔雀，有猫咪，所以你们可能有的人在家有养宠物的话，那就是多跟你的宠物连接，因为你们有缘它成为你的宠物，就是你们有缘，然后它可能就是你的灵性动物，所以可能多跟它讲讲话啊，多冥想啊，多跟他们一起相处，你可能会得到一些灵感，你的灵性动物给你的灵感，然后跟他们连接，可能也可以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或者是说，比如说在感情上，可能可以帮助你跟你的情感对象比较以感性的方式去沟通，去理解对方。因为这边有讲你们的塔罗牌说你们的3月对感情对象反而比较理智理性，所以宇宙建议你3月多冥想，多静坐，多跟灵性连接，然后找寻你的动物图腾，跟你的灵性动物连接。你没有养宠物，就多到大自然走走，可能你会遇见鸽子啦，会遇见有人在遛狗，狗狗会突然都会很喜欢来接近你啦，或者是有小野猫会来接近你，所以这些你都可以多观察，多注意。那这边对第一副牌组的朋友的解牌就到这里。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读牌的话呢，欢迎订阅、按小铃铛、按赞这支影片，按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以及接下来你想要听到哪些主题的塔罗读牌。那就先这样，谢谢你们，下次再见喽，拜拜。OK， 我们现在来到选择第2副牌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选的是这一个黑色的埃及猫咪雕像，我把它放这边。然后我们看一下代表你们目前能量场的牌是哪2张呢？我觉得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你们好像内在小孩受伤了。你们选择到10号牌的逆位，这张牌叫 Advice， 这张牌 Enfant 就是孩童的意思。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场，你们是可能是高敏感族群，或者是只是说比你周遭的人再更敏感一点，你会很能体会跟感受周遭人说的话背后的含义，他们的一些表情、眼神都会触动到你。而这种敏感性是来自于你儿童时代、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
你小时候本来的你是很开心，很懂得玩乐，很连接你的内心孩童，但是可能因为家庭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黑暗的或者是比较不开心的经历，让你把你的孩童锁起来了，然后到你长大的时候，你跟你内在孩童失去连接，你变得决定，你觉得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是你的生存机制，把你的内在小孩锁起来，或者是跟他失去连接，然后你会抑制自己的情绪，你虽然还是很敏感，可是你却压抑自己的情绪去感受它，你没有办法让自己随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对自己有点严苛。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能量场可能有一些事件的发生，让你觉得你可能你的内在小孩真的很想出来，他们在呼唤你，你甚至会有一种午夜梦回的感觉。那这张卡 Advice 逆位，他们的意思是说，这张卡叫做建议。不管最近发生什么事，这张神谕卡建议你去倾听别人的意见，或是甚至你现在在算塔罗牌，塔罗给你的意见，然后他们要你可以留心，你如果身边有任何长辈，不管是亲戚长辈还是长官长辈给你的一些建议，都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你的。然后同时这也代表了最近你会有一个事件让你觉得是一个 wake up call， 就是觉得你该醒了，你该正视这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可能是连接你的内心小孩。那我们来抽塔罗牌看一下你们3月的事业运势如何。 OK， 这是你们选择第2号牌子朋友的关于事业分析的塔罗。我觉得你们3月，我觉得你们目前遇到的状况有可能是这张宝剑6的逆位，一个说法是说你们处在一个已经习惯的环境，工作环境里面，或者是居住环境里面，你不想要有改变，你不想要往前迈进，你不想要进到下一步。或者第2个说法是你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你需要改变，然后可是外在的环境好像没有给你这个改变的机会，所以你很积极的在寻找方法要让你往前迈进，或者是转换环境。而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有可能是因为这边很妙。我先讲一下这副牌什么能量都有一点，就是有风象的能量，有一点点火象的能量，也有一些水象跟土象。对，这副牌大概什么都有，但是我觉得选择这副牌的人，你们整体上看来思绪不是很，你们3月的思绪会很混乱，因为外在的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做决定，让你们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OK， 那我来讲解刚刚我讲的2个，就是你们会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要留在原地不想走，一部分的人是觉得需要往前迈进了，但是却没有机会，所以自己在寻找机会。而你们会遇到这种省思，有可能是有其他新的工作机会 offer 给你，你遇到其他可能职场上有别人，可能有人跳槽啊，或者是以前认识的人跟你说，我有这个新公司啊，感觉不错哦，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跳槽啊？或者是有海外的工作机会，说你这个人才不错，要不要到哪一国来，有什么新加坡啦，甚至美国啦，就是去别的国家工作。
或者是因为这张是一个圣杯侍者，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个感情机会，3月的时候，这个感情机会可能是认识新的人，而让你这个新的人你觉得他也不错，然后他很想要跟你在一起，所以让你迟疑说你该往前走呢，为这个人留下来呢，还是刚好你不想往前走，那又出现了这个人，所以你就刚好可以留下来。更或者是说你会有一个旧人回来想要跟你复合，所以导致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往前进还是留下来。这张中间这2张真的我刚刚抽出来，我就笑出来了，因为实在是很奇妙。第一张是权杖2的正位，这一张是宝剑2的逆位。2代表的是抉择，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3月你会遇到选择的困难。你权杖2正位代表的是说你知道你想往前走，那通常这个机会，因为你有一个新机会，让你去思考你是不是应该要接受这个新机会，而这新机会有可能是跟海外有关的，你可能要离开你原来的国家，或者是离开你原来的城市，然后可能要抛弃掉你旧有的已经习惯的环境或习惯的工作。而3月就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你整个思虑是宝剑是代表思虑，那它逆位了就代表你思虑没有办法很清楚。而且这边这个天使拿着一个天秤嘛，它逆位就代表不平衡了，所以3月你可能会3月中会遇到手足无措的状态呀。然后但是这边宇宙是说你3月底你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你做的这个决定就是圣杯6逆位，就是你会离开你原有的地方，离开你已经习惯的环境往前走。而你的这个决定呢，你愿意抛下这种不安全感，你愿意面对你的恐惧跟不安全感，走向新的道路新的环境。而这个决定一个呢会让你事业上有扩展，你会得到钱币10的祝福，不是祝福啦，就是你会成为钱币10的这个能量。到3月底的时候，这算是事业上一个对的决定，它会让你事业成功，会更上一层楼，会更多收入更稳定，会让你有一种安定满足的感觉。但是同时这边有一张钱币5的正位，我那时候抽到这2张是一个非常对比的情况。钱币5代表的是流离失所、孤单、失业，但是我觉得这张钱币5在这边不代表你会失业，代表的是说因为你做了一个离开原有环境的决定，这是一个改变。钱币5也代表改变，所以这个改变可能会让你在新环境3月底一开始，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的一开始会让你感到孤单，觉得寂寞，因为你离开了你认识的亲朋好友，甚至可能离开了这个本来有机会在一起的情感关系，这是很特定的，就是对某一部分的人而言是这样，所以会让你觉得就算你的钱财事业是成功了，但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很孤寂的感觉。我这次3月运势讲的比较快，不知道这样你们会不会比较觉得比较 OK， 还是你们喜欢我慢慢讲你们可以留言给我。接下来这就是事业的部分啦，3月，然后我们来抽塔罗牌看你们3月的感情的部分。 OK， 这边是帮你们抽到的3月感情运势。你们2号牌组的人，你们抽2号，感觉完全是很有趣，情有可原。你们的塔罗牌里面抽到非常多的2号牌，也就是抉择牌，以及10号牌。10号牌是一个完满一个 cycle 的最后的程序的结束的意思，所以你们
号牌组的朋友，你们3月整体能量的感觉就是你要做出一个抉择，而这个抉择就会带领你，或者是让你感觉你的这个决定就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一生，就好像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们好像为什么会这么难做决定？因为你们觉得下了决定以后就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一生，就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而你们的感情牌完全呼应刚刚的事业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大部分的朋友有可能是因为情感的对象让你们不知道应不应该接下事业上的一个机会，一个海外的机会。而为什么？因为你们可能在2月或者是反正就是3月之前的能量场，我觉得很难过。你们抽到圣杯2的正位，代表你们遇到了你的灵魂伴侣，你们遇到了一个，你们可能刚遇到，或者是你们已经在一段情感关系里面，你们觉得这个人跟你们真的非常的契合，身心灵都很契合的一个人。然后因为这一段关系这么的合适，你当然不想离开啊，对吧？而这个压力跟恐惧已经造成你的情绪上的压力，你晚上都会做噩梦，害怕失去这段关系。我觉得宝剑9的正位，这只大兔子就是你的恐惧，而可能你跟你的伴侣都恐惧，都很害怕这只大兔子找到你们，或者是这只大兔子是一个，就是你们会互相分开，会有事情把你们分开的一个恐惧。你真的很害怕失去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刚认识的人，因为才刚认识的话，你就会觉得已经互相很适合，或者是少部分的人有可能是子女关系哦，就是说我之前有经验是抽到圣杯2的人，有可能是他跟他的孩子，母亲跟他的孩子有可能是一个，这也算是一个灵魂伴侣的关系 OK， 所以少部分的人可能是跟他的小孩有关，而因为他的小孩他没有办法决定他是不是应该接下这个新的事业机会。然后3月中因为这个原因，你当然就是试着要维持这段情感关系，所以你会一直不停的 juggling 就是不停的在两者之间怎么说，蜡烛两头烧，就是你又要顾到你的事业，然后你又要顾到你的情感对象，因为你想要维持，你不想要这段关系被受到影响，而这样的 juggle 会让你觉得有点3月就是有点心累，可是这是你想要你选择的。但是这边有一张命运之轮的逆位，所以我觉得就算你已经很努力，3月很努力的维持这段关系，可能大环境上或者是你的外在条件并不是很支持你的这个行动，就是说你可能付出时间努力，试着两者都顾，但是可能有太多的突发事件或者是什么的原因，还是让你没有办法很顺利的顾及两者。那我必须说到3月底，你可能已经为了顾到事业又要顾到感情，已经让你压力很大，然后但是你有那个心想要承担这个责任，继续的往前行，负重往前行，就是不想要让这段关系破裂。但是你要知道说，关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需要负责的，是两者要一起负责的。或者是权杖10正位也有可能是说，你可能真的因为3月底有太多的工作上的事业上的负担，或者是你太投心于你的工作，而你不就算再怎么两头烧，试着要
顾到两方面都没有办法，你还是会比较顾到你的事业，而忽略了你的感情，而最后我觉得很吊诡，应该叫吊诡吗？就是有一种有点讽刺的是，你这里的你的事业运的牌抽到正位的钱币十，可是你的感情却抽到了逆位的钱币十，是不是很奇妙？但是也很说得通。如果你的事业最后你的选择让你得到事业上的成功，但是这边又有一张钱币五的正位，代表你的孤单，那就是你可能3月底会做出一个抉择，你走入了新的领域，走入新的环境，或者甚至出国，你当然就会失去你的情感关系，而让这段关系就是没有稳固的基础，或者是甚至说你为了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太想讨好你的另一半，太想要维持这段关系，而付出太多的金钱跟精神跟精力，而反而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我知道，我觉得选择2号的人，你们就是3月也不能算，就是你们很辛苦，但是你们也有收获，就是有失必有得的3月，选择2号牌的朋友。然后我觉得有点感伤。如果你们真的遇到一个必须要在这么重要的灵魂伴侣跟事业做抉择的话，我们来抽一下神谕卡，看看宇宙有什么给你重要的指引。刚刚我这边说能量场就是有一种 wake up call 嘛，你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去问长辈的意见，甚至聆听你的内在小孩，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内在小孩，你可能，因为你常常可能你这个人长大以后，就是都是做别人期待你做的事情，或者你觉得社会认可对的事情，但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你能不能连接你的内在小孩，然后做出一个抉择，是你会开心的，而不是去符合社会规定或大家会帮你拍手叫好的决定。这个是你3月需要思考的部分，因为 wake up call 意思就是你做的决定是，应该说该是时候连接你的内在小孩，倾听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来去做决定的这个意思嘛，然后融会贯通其他人给你的意见。OK， 我们废话不多说，来抽一下神谕卡吧。我刚帮你们抽到了2张神谕卡，很奇妙的是，他们都是8，17加起来就是8。这张卡 Aceptación 意思是接受。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过，又有点觉得宇宙真的是在照顾你们，因为这张卡完全讲的就是你们3月会面临到的心境。你们面临到的心境就是那种离开旧有的环境，离开你爱的人，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会害怕，就像一个新生儿离开子宫，到了这个世界，他会哭泣，因为他害怕，他到了一个完全他不知道的地方，完全没有看过的生物，那种害怕恐惧是正常的，宇宙要告诉你这是正常的。你不管你最后3月做了什么决定，你真的到达了一个新的地方的话，面对你的害怕、恐惧或者是孤单，接受他们，这是你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8号代表的是力量，所以你内在有一种力量可以支撑你过去。然后宇宙天使会看顾着你，所以面对你的恐惧，但是也不要觉得你是真的孤单，因为你并不是真的孤单。然后另一张8号 Bienveillance 是说，你万一有的时候你因为惧怕，因为不安全感而骂自己，
或者是对别人有敌意的话，宇宙说你是一个懂得照顾人的人，所以保持这个初心，并且不要对自己太严苛。就是比如说，万一你可能决定要接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然后骂自己说怎么会放弃一个这么好的伴侣，或者是离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离开任何你在乎的人，不要骂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 acceptation 就是叫你顺着流走，顺着生活带你去的地方，生活带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 follow the flow， 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该去的路。所以不要责怪自己做的决定，因为这是对你的人生最适合你的决定，并且要保持初心，继续对别人好，也要对自己温柔。因为2张8，你抽到2张8都是好运以及力量的象征，所以在这边宇宙祝福你，不管3月发生什么事情，宇宙都是你最大的支持。那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次的解读，然后不要犹豫在留言处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对这支影片按赞，并且订阅，然后分享给朋友哟，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见，拜拜。OK， 现在我们来到选择第3副牌组的朋友，我们看一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个北极熊 Polar Bear， 我把它放这边。然后你们选到的代表你们3月能量的牌是2张。你们最近，你们可能最近在职场或者是亲朋好友人际关系之间，可能碰到了一些状况，碰到了一些人，他们在 bully 你就是你可能碰到有一些人的气场很强，或者是他们会一直跟你对峙，或者是会一直在气势上压制你，然后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不知道该怎么反击，亦或者你是那个气场上压制对方的人。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是可能是碰到有一种人际关系上被欺负的情况，你们的个性可能比较不懂得沟通，或者是不懂得保护自己，比较温顺，所以人家可能就是看你好像外表温温的，好像很好欺负这样子，然后就会一直踩到你的底线，爬到你的头上，就是讲白一点嘛，因为职场很多种人。但是如果你是那个欺负别人的人的话，宇宙就是希望你自己注意一点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被压制的那个人，这张牌是说你的身边会有朋友可以愿意站在你这边来帮你反击，来对抗这些人。那这张牌是说 Message de Libération， 意思是你可能一直都在隐忍这种状况的发生，然后你都不说出自己心里真正想说的话，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说赢这些人。那宇宙是要跟你说，你要开始挥动你的双手，不是，你要开始运用你去思考一下，你有哪些地方是很 charming 的，是别人赞赏的。你可能可以思考你一些别人赞赏的特征，然后用这些方法去应对这些欺负你的人，这些用气势压制你的人，这些质疑你的人，然后你会就像打太极一样，这双手让我想到打太极，像打太极一样，把他们的攻击力推开，
或者是推回去给他们自己。这样讲有点笼统啊，但是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而这张牌也代表说，不要去，我觉得如果你是用你如果是温顺的人，你可以用你温柔但坚定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状况，去反击他们，但不是用他们的方式来反击。比如说他如果是用很尖酸刻薄，你不要用尖酸刻薄的方式反击回去，你用你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说回去，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产生镜面效应，就是他们之后可能就不太敢，他们就会用你温柔的而坚定的方法来对待你，就是你要秀给他们看说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而你是一个正直又坚韧的人，那他们应该要尊重你的大概的这个意思。或者是最近 TikTok 上我一直看到有很多老外很流行气场为什么能量清理，他们就是这当然是中国的就是我们东方中国的学说嘛，他们会在镜头前然后用手势去帮你清理能量场。我是没试过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你可以去试试看啊。你可能可以找，如果你住在台湾，你住在亚洲，可能你可以网上搜一下有没有这种真正能量清理的大师，能叫大师吗？就是有在实际操作这些方法的人，去帮他们清理能量场，就是可能赶走一些负面能量，然后让你更有自信更有正向能量。或者是你可以就很简单先在 TikTok 上看一看，看对你是不是有一种效果。这是我的刚刚突然得到的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你们3月的事业运势如何？好，这边是帮你们抽到关于3月事业发展的塔罗牌。你们3月可能还延续着这种人际关系上的干扰的争端，我觉得应该就是职场上啦，大部分是职场上碰到的争执。你们3月一开始事业上还是会有一些计划上的延误，或者是你等待的某一些消息的延误，然后你可能在处理你的 project 上面，你有很大的热情，可是却没有实地执行的计划，而导致这种延误也有可能。而或者你只是单纯等待一个消息，但是都还没有等到，或是你有一些旅行上的延误，为了事业旅行而需要旅行的延误也有可能。但是这边有一张钱币5的逆位，代表的是说，因为这个延误而让你反而sorry 我忘记讲，权杖8的逆位也代表着人际关系上的嫉妒跟争执，所以这又带到刚刚我讲的，你们最近的能量是属于那种可能人际关系上有被人压制的情况，但是因为这些情况让你在3月初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让你开始转变。钱币5的正位是说孤单寂寞冷，觉得没有人帮你，但是逆位就是相反的意思，就是你之前可能觉得好像没有人帮助你，但是你到3月初会有一种看开的感觉，然后有新的一些解决办法出现，然后你就不会再那么把自己看得很可怜的意思啦。然后你可能会你会从家庭得到一些能量。3月中的时候，你的家人是你很好的支持，你的家庭状况应该是算蛮稳固的，就算你职业上有一些争执，但是你应该是比如说收入啊也是算蛮稳定的啊，然后又有亲朋好友给你的支持啊。但是你可能要小心注意，就是你们选择3号牌组的人，有可能是你要小心 either 是你要小心职场或人际关系上有人嫉妒你，
而跟你挑起争端，故意找你麻烦，或者是你的个性中有这个特征，而导致在职场上或者是其他人际关系上会有争端。如果你觉得你是那个容易嫉妒别人的成功，然后去找别人麻烦的人，那你这一方面要注意一下，这可能是造成你现在3月能量会被压制的情况。然后只能说3月底，如果你在等一个消息，因为这边3月初有说你在等一个消息可能会延迟嘛，或者是因为这个职场上人际关系的不协调，而到3月底你可能会发现你会得到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可能是拆伙的消息，或者是本来等的东西不来了的消息。But 这不代表是世界末日。我觉得这个让你失望的这个消息，反而让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你的职业生涯，你反而好像就解放了这边 message 的 liberation。 因为 Hierophant 教皇牌的正位是说根据循规蹈矩，然后根据社会规范做事，或者是说根据宗教系统的规定做事。但是逆位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失望的消息反而让你想开了，解放了，终于 liberation 就是 liberation 就是解放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放开心胸，反而可以大胆去做自己了，或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这张是刚刚帮你们抽牌的时候的底牌，代表你们的心境是，其实你们这一段人际的争吵在3月其实会有一个解套，你自己心境上的解套，而让你可以不再觉得自己是备受欺负的那一方，而可以站出来，然后反而用一种我刚刚有讲去寻找你值得被人家赞赏的一些长处，或者是一些性格去跟人家做沟通。宝剑五逆位是说争执之后有可以开启沟通桥梁的可能。你们刚刚选的这个可爱的北极熊，就让我想到，因为我刚刚有说神谕卡是说，如果你们是那种可能外面看起来好像很温和的人，但是所以就故意觉得好像可以压制你啊，或欺负你啊，但是你们是北极熊，你们就是外面看起来很可爱，表面看起来很可爱，其实但是好像很温和，但是你们其实内心很强大，然后如果真的把你们惹怒，其实是不好惹的，是你们是可以直接一口把人家咬死。好，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们其实是不好欺负的人，你们要发现这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帮你们抽另一组塔罗牌，看你们3月感情运势。 OK， 这边是抽到的关于3月情感运势的塔罗牌。我刚刚忘了讲，你们抽到第3副组牌的人，你们可能有一些是土象的能量跟火象的能量，然后很有可能是金牛座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处女跟摩羯，然后也有一些火象，可能牡羊、狮子、射手。然后你们的情感关系的塔罗牌充分显示了几乎是火象的能量。这个有可能意思是说，你的对象是火象很强的人，然后我这边有强烈感受，你的对象是阴性能量比较强的人。我没有说一定是女性啦，但是就是阴性能量比较强的人。然后他很有可能是狮子座的人，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因为这是大众占卜，也有可能说你是狮子座的人，然后你是那个阴性能量比较强的人。那我来稍微讲一下，你可能3月的时候 either 是一个状况，是你呢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你用了18般武艺，
你用了所有你的资源显示你的魅力去追求这个人，或者是你遇到的这个人呢，我们先假设你遇到这个阴性能量的人，你觉得他有一点很有神秘感，而且很厉害，可能他的事业很厉害，或者是他有一些很让人惊呼的才能，然后让你感受到他的魅力，很有吸引力。但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却有一种沟通不良的感觉，有一种通讯延迟的感觉，可能想要见面却见不了面，可能大家都很忙，或者是他回讯息很慢，或者是你回讯息很慢，就是这些就是这些范例就是沟通不良的其中一些例子。或者是你们要约会却有一些交通状况导致可能要下一次才能约会，要延迟见面的时间，或者怎么样。然后3月中 I have to say 你们两个可能都是，你可能是很固执的人，你们两个都是很固执的人，然后呢你的这一个对象 or 你们其中一个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非常就是那种你说了算，可能是你的对象是他说了算的人，或是你是这个你说了算的人。但是我觉得刚刚看你的事业，有可能你的对象是那个他说了算的人，所以他可能会给你一种很有魅力、很阳光、很带给你情感关系很多美好，或者是他的闪光有一种会闪瞎你的眼睛，但他的个性太强，太喜欢在关系中当主导的那一方，而导致你们相处的感觉把这个阳光笼罩了一层乌云，就是让你感觉这段关系有一些问题，而让你对他，你本来是被他的璀璨吸引，但是现在因为他的个性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很合得来，而让你觉得他的魅力被暗淡的，就是有点被遮了一层暗淡的光这样。然后你的这个对象可能有点娇气，然后就是因为我刚说狮子座嘛，这边这2张都在讲狮子座，太阳加上权杖皇后，你的对象可能是，而且很妙的是说，你刚刚在事业上抽到权杖皇后的逆位代表喜欢计较，喜欢嫉妒，喜欢因为嫉妒而争执，挑起争端。我不知道你的事业跟你的感情关系是不是有连结，因为这刚好是镜面的牌卡，所以 either 是你是这个狮子座的人，就是有娇气或怎么样，可是根据刚刚事业上看起来，你应该不是，你是那个sorry 我说被欺负，但是被压制的人，所以有可能是会不会有一些人你是跟你的情感关系一起合伙做事业，而目前你觉得你被你的情感关系，你的情感对象压制，因为他的气场太强，太爱就是指使你做事，然后他们又有点太冲动，就是太喜欢靠直觉来做事，然后你是可能比较稳，如果你是土象星座的，你就是比较稳固，然后你会觉得他们有一种不受控制，然后不听你的意见的感觉，而因为这些个性上的不协调，让你们常常有争执。那最后3月尾就是你们争执不下嘛。这边这个小女孩裙底冒出了很多的苹果，说来来你吃啊，给你吃啊。但是这只龙却是一副好像要吃但是又有点不服气的感觉。就是这一副牌卡的权杖五很可爱，就是一个要给，一个想接受却又不服气，觉得你凭什么我要吃你的苹果。 This is a little bit sexual but anyways，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是选择3号牌组的人，你被你的情感对象压制的很严重，然后你想接受，但是你的自尊心又让你觉得说你好像不可以接受，你也不是很服气说为什么都要听他的。然后3月底你可能会因为情感关系的争吵太多不协调，而让你埋首在工作里，然后
因为这个关系可能有一点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会把你自己投入工作，然后不想这段关系，这样子就是有点好像减少见你的情感对象，让他不要一直在你耳边念念念，然后叫你就是你家有个女王啦，我们先不要说她是女生还是男生，反正你家就是一个女王，然后你对付的不是说对付，伺候的有点累，就是你们自己大家各自去对应，你是这个女王还是你的对象是女王。然后我们来抽一下神谕卡，看宇宙对你的3月有什么建议跟指引吧。OK， 帮你们抽到了2张神谕卡，一张31号，一张21号。阿木，还用说什么吗？很简单明了的信息。Unclash， 一张爱，一张卯。简单来说呢，宇宙希望你多用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看你身边的人，看你遇到的事情，然后爱会让你真正的怎么说，扎根在这个大地上，扎根，让你更 grounding。这张爱是说你可能个性上有一种遇到事情或者是挫折或者是争端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逃避的倾向，可能你会不去面对你的情感对象，不跟他们沟通，你沉默，你可能会冷处理，甚至是冷暴力，或者是在职场上如果遇到了纷争你也不说出你心中真正的想法。但是这张卡是鼓励你说不要再逃避了，你要跳出来说出你的想法，你可能会让你惊讶说对方可能会感到庆幸你跟他们讲了你的想法，反而就可以沟通。先不用预设立场对方会怎么反应，你只要有勇气面对的话，不管对方怎么反应，你只要用爱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去做应对，事情都会有好的发展，或者是好的落幕。多跟神灵祈祷，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多跟你的高灵沟通，问他们说你该怎么办，你遇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你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类沟通，你可以先跟你的高灵沟通，你会得到灵感跟指引。那锚定呢，就是你可能潜意识有一个自由的心吧，或者是某些人选到这个牌组，第3个牌组的人是射手座的，你可能有一种有时候想要逃跑，想要去流浪，想要去过一个自由自在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其实你的远方还是有一个家，你好像希望你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但是有个家等着你，因为你基本上你最后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家庭，有一些爱你的人等待着你，或者是你随时都可以回家的感觉。那宇宙是鼓励你有这个梦想是 OK 的，但是你要先有意愿或方法，先 grounding 建造了这个家，你才会有这种有了解你的人，你要愿意跟他们沟通，他们才愿意了解你，了解你的人愿意等待你回家。所以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选到第3个牌组，可能你们真的是跟情感关系合伙事业吧。然后如果在相处上有很多争端，天使啊，宇宙告诉你，以爱的角度去跟对方沟通。虽然这个很 cliché， 但是做起来很难哦，我是说真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的话，真的会对人际关系上非常有帮助。那希望这次的 reading 对大家有鼓励到，然后
3月的时候加油，要用爱的方法、爱的视野去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合作伙伴处理事情 OK。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 reading，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然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